吃，这顿由我苏明雪请。我来这儿倒不如回去直接查流水更直接。哟，这不是造谣我们米雪是私生子的齐之行，怎么啦？想过来见见世面？也是，打饭的阿姨都说你平常都不敢来2楼。周林，你和这人说那么多干啥？齐志行他造谣米雪，米雪没让他的法务团队出面，已经是给他台阶下了，真是不知好歹。苏米雪，这顿饭都是花的你自己的钱。废话，难道不是米雪自己的钱？难道还是你的钱？你个普信男！周林，大家都是同事，你不要对人家有那么大的恶意。齐之行，你是不是馋了？没事，我不差钱，你想吃也可以过来。苏米雪，你这次宵夜还是刷的饭卡钱对不对？那是我的卡，是公司的商务招待卡。齐之行，你胡说什么？我刷的卡是我的，我苏米雪想刷饭卡就刷饭卡，用得着给你汇报吗？齐之行，你给我站住！齐之行，米雪好心好意请大家吃夜宵，你跑来扫大家的兴，你是不是得给我们赔礼道歉？周玲，你想干什么？齐之行，本小姐也不是什么小气的人，这样吧，只要你一口气喝完这瓶伏特加，你就可以走了。那如果我拒绝？你们在干什么？赵总监，您来的正好。齐志行他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我这张饭卡是偷他的。齐志行，赵总监，我需要和苏米雪单独谈谈。米雪，这饭卡到底怎么回事？这卡当然是我的。齐志行他就是嫉妒我请大家吃饭，故意找茬。行了，我知道了，你先招呼大家吃好，别扫了大家的兴。小齐啊，我知道你是从集团掉下来的，心里有气，但你也不能乱说人家小姑娘拿你东西吧。齐志行，看到没？连赵总监都站我这边，私下谈，想得美！就在这儿谈，正好大家都在，你想说什么，我们一起听。齐志行，你是不是看米雪这么大方，想投靠我们米雪？人家齐之行哪是投靠啊，怕不是被米雪挥金如土的样子给迷住了吧？齐志行，其实你不用这样的，你要是缺钱，直接和我说就行。我苏米雪别的没有，就是钱多。这张卡里有50万，你拿去，就当是我给你的，以后不用再费尽心思编什么饭卡是你的这种谎话了。我去，米雪你也太大方了吧！齐之行，你还不快谢谢米雪？50万够你挣几年呢？苏米雪，你花我的钱，充你的面子，现在还想用钱来打发我？你说什么？我说，把饭卡还给我，立刻！齐不行，你说这50万不够，行，100万够不够？苏米雪，你连饭卡都要偷别人，你觉得我相信你这2张银行卡里会有100万？齐之行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齐志行，你放肆！我看你是不想干了。齐志行，你一个普通职员，谁给你的胆子这样和同事说话？赵总监，您别怪他，齐志行可能就是在集团受了气，心里不平衡。听见没有？米雪还在给你台阶下，你倒好，张嘴就说人家偷你饭卡。苏米雪一顿宵夜花8万，人家差你那张饭卡。就是米雪自己银行卡里随时能拿50万出来，你齐志行一个月工资才几个钱？齐志行，你是不是觉得米雪太善良了？换个人早就把你告到人事部了。齐哥，要不你先道个歉，这事就过去了。人家苏米雪上面有人，咱们得罪不起。不用，苏米雪，我今天来不是和你吵架的，你把饭卡还给我，现在，马上。齐志行是不是脑子有问题？我凭什么把饭卡给你？苏米雪，这是我给你的最后一次机会，你会后悔的。后悔？齐志行，你告诉我，我会怎么后悔？是你会让我后悔，还是你那30块钱的基础套餐能让我后悔？苏米雪，那张卡是公司配给我招待客户的，你这几天刷了多少钱，你自己心里没数吗？那些消费记录财务部每个月都要核对，你现在把卡还我还来得及。够了，齐志行，你当着我的面还敢威胁同事？你知不知道米雪是什么背景？赵总监，你不了解具体情况就别掺和。我不了解情况，我了解的很。苏米雪是我们事业部最优秀的实习生，她可是咱们集团的大小姐。齐志行，你以为你是从集团调来的就了不起？你什么都不是。赵总监，您别跟他一般见识。我爸爸就经常教我要宽容待人。齐志行这种没见过世面的，我不跟他计较。米雪就是太善良了。我跟你说，有些人你越给他脸，他越得寸进尺。大家听好了，今晚的事就当没发生过，明天该怎么工作怎么工作。齐志行，你今天的行为我会如实上报。你一个被排挤出集团的员工，就等着吧。谁说我是被排比出集团的？齐之行，别装了，从集团下来连个管理层都不是，你不是被排挤是什么？周林，我从集团下来不是被排挤，是我自己申请，管理层的任命还在走流程，我过来是提前来适应。说得好，赵总监，你刚才说苏米雪是集团大小姐对吧？怎么，现在知道怕了？
苏明雪，你父亲叫什么名字？米雪的父亲是集团董事长苏仁正，这谁不知道？苏明雪，你不是要告状吗？现在就打电话告呗。我凭什么听你的？苏董不是你爸吗？那你当着大家的面给他打个电话，让他亲口告诉你这张饭卡里刷的钱到底是谁的。齐志行，你疯了！苏董日理万机，是你个小职员说联系就联系的。齐志行，你以为你是谁啊？还敢支持米雪？苏明雪，你不敢打是吗？我只是不想打扰我爸爸。好，你不打我打。什么？没人接，齐志勋，你装什么呢？齐志勋，你演技挺好啊，差点连我都信了。你是不是随便拨了一个人的电话呀？齐志行，你够了，还敢冒充认识集团董事长，活该你被集团的人排挤。齐志行，你说你何苦呢？赵总监，您别动气，我请大家喝奶茶消消火。我爸爸那边我会多提提您的。米雪，你太客气了。那齐志行这事儿交给我处理，你放心。齐志行，明天一早到我办公室，你好自为之。老头子在关键的时候给我掉链子。小兔崽子，怎么了？刚刚在看你妈妈的相册，没接到。爸，你是不是有个私生女啊？什么私生女？小兔崽子，我告诉你，自从你妈妈难产走了之后，我就一心扑在你和工作身上，我可没时间去谈恋爱。不是啊，爸，是公司有个叫苏米雪的实习生，自称是你的女儿，分公司的人全都信了。苏米雪，你让你王叔查了没？王叔查了，的确不是你闺女。唉，没良心的小兔崽子，你还信不过你老的我啊！我为了纪念你妈妈，我都让你随母姓了，你竟然信那些谣言。不说这些了，爸，你给我饭卡不是无限制招待卡吗？我联系财务部门给我账户冻结了，怎么还能用？你冻结账户干嘛？我的饭卡和苏米雪拿错了。什么？你说苏米雪最近刷的是你的商务招待卡，人家小姑娘一顿饭用吃多少钱？再说你饭卡的个人账户不还有5000，你把卡要回来就行了。她一顿午饭就花了2400，我估计我个人上账户的5000块早就刷光了，剩下的走的估计全都是咱们招待客户的预算。小兔崽子，你知道那张卡月底财务就要审计吧？到时候账单上全是大额消费，你怎么解释？废话，不知道我着急忙慌的打电话给你干啥？我前天就让财务冻结了，但不知道为什么还能刷。冻结了还能刷出钱？我这不是在问你吗？可能是分公司的权限太低了，不能冻结商务招待的资金吧？那咱们要咋办啊？你还问咋办？你赶快把卡给要回来，花的钱就不追缴，我给你补上。我早试过了，都是你们分公司的那个赵总监一直在帮苏米雪撑腰，还说我是被集团排挤出来的废物。这还不是你这混小子的错，非要去基层体验生活。算了，这事儿你别管了，明天我去分公司解决。我也不想啊，在集团所有人都看我的颜色行事，我就想普普通通的工作。对了，来分公司你也不要公开我的身份。行，都听你的。那还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吗？没有要你做的，我先给你停职保护，我明天就去分公司解决饭卡。大家停一下手里的工作。昨晚的事儿，想必大家都知道了。齐志行在食堂当众污蔑同事苏米雪，冒充认识集团高层，行为极其恶劣。各位同事，我苏米雪进公司以来从来没亏待过任何人。齐志行他莫名其妙说我偷他的饭卡，还说我爸不是我爸，我真的不知道哪里得罪他了。米雪，你别难过，我们都站你这边。就是齐之行就是眼红。我已经将此事上报集团董事会，董事会对齐志行的行为非常重视。齐志行，集团董事会今早给我回复了，鉴于你的恶劣行为，董事会决定即日起暂停你的一切职务。齐志行，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？得罪我们米雪就是这个下场。停职算轻的了，换我是米雪，直接让齐之行你滚蛋。齐志行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？赵总监，董事会给我的停职通知，我能看一眼吗？怎么？你觉得我在骗你？董事会邮件就在这儿。好，既然董事会介入，那正好，有些话我也该说明白了。各位，我叫齐之行，不是你们以为的被集团排挤下来的小职员，我是苏氏集团总部高级工程师，也是集团董事会成员。
你是不是被停职刺激疯了？你一个吃30块套餐的，说自己是董事会成员。你要是董事会成员，那我就是集团 CEO。你和我们这儿装什么呢？你是不是觉得编个大身份就能吓住我们？我爸是苏仁正，董事会有没有你这号人，我比你清楚。齐志行，你说你是董事会成员，那你有什么证据？赵总监，你刚才给我看的停职邮件，发件人是谁？发件人是苏仁正苏董。怎么了？苏董亲自发的停职通知，你还有话说？看到没？我爸亲自下令停你的职，你还敢说自己是董事会成员？齐志行，你完了！苏董亲自办你这辈子别想在苏氏集团混了。苏明雪，你说苏仁正是你爸，那我问你，苏仁正今年多大？生日是哪天？他夫人姓什么？我为什么要回答你？这是我们家隐私。那我替你回答。苏仁正今年53岁，生日是11月17号。他夫人姓齐，叫齐若兰。他们家只有我齐志行一个儿子，没有女。你胡编的，大家别信他。我胡编？那你现在打电话给苏仁正开免提，让他亲口说你苏米雪是他女儿，你敢吗？齐志行，就算你调查过苏董的家庭情况，这也不能证明你的身份。赵总监，那我换个你能听懂的方式。苏米雪手里那张饭卡，不仅是我的饭卡，还是公司的商务招待卡。她这一周刷了10几万，走的全是商务招待的预算。齐志行，你这么会编，你怎么不去写小说呀？就是米雪的饭卡里有她自己充的钱，跟你的预算有什么关系？你编故事也编得像一点。齐志行，你说我刷了招待客户的预算，那我问你，如果这真是什么预算，我为什么能随便刷？这说明这根本就是系统漏洞，和我有什么关系？这是那张卡过去一周的所有消费流水，每一笔都有时间、金额、刷卡终端编号，17万6千元，全部是在食堂消费的，但没有一笔是和客户有关的。这是集团财务部账户院链证明，饭卡账户下挂2个资金池，一个是我个人消费账户5000元，一个是招待客户的预算账户，有集团公章。这个章是真的，全是伪造的，公章可以批，流水可以造假。齐志行，你为了整我真是费尽心思。米雪，你疯了！这章我见过，是真的集团财务章。就算卡是你的又怎么样？我这个大美女愿意花你点钱，你应该高兴才对。还有齐志行，我爸可是苏仁正，你动我一下试试，我爸不会放过你。你说你爸是谁？我爸是苏仁正，你又是谁？苏董，您怎么亲自来了？赵总监，你干嘛呢？我爸又没来，你对着谁鞠躬呢？米雪，你闭嘴！他就是苏仁正苏董。赵总监，你开什么玩笑？我爸我能不认识吗？这人根本就不是。你说你爸是苏仁正？你谁啊？我都不认识你。我告诉你，我爸就是苏仁正，你别在我面前装。苏米雪，你给我闭嘴！站在你面前的就是苏仁正苏董本人。你真的是？那你。你连我长什么样都不知道，就敢说是我女儿？你手里那张饭卡刷了17万6千元，你跟我说说，这钱是你自己充的，还是系统漏洞？是系统漏洞。我发现这张饭卡余额是0了，但还能一直刷，我就一直用了。苏米雪，我一直在和你说，这张饭卡不仅仅是饭卡，还是公司的商务招待卡，没有上限。苏董，这齐志行说的难道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苏蜜雪，齐志行多次要你上交饭卡，并承诺上交之后不再追缴，你都多次拒绝。现在，请你归还饭卡，把钱补齐，不然公司将告你职务侵占。我的天，苏蜜雪真不认识苏董。陈远，苏蜜雪她是骗子。别问我，我也才知道。各位，自我介绍就不用我说了吧。苏米雪冒充我的女儿，在公司招摇撞骗，她手里的饭卡属于齐之行，她盗刷了17万6千元。齐公，受委屈了。苏董客气，证据都在桌上。苏米雪涉嫌冒充集团高层家属，盗刷公司预算。赵德胜身为事业部总监，偏袒包庇，一并移交审计和法务。什么？苏米雪，经审计核实，你使用齐之行的商务招待卡，1周内消费共计17万6千元，全部走公司商务招待预算，这是消费流水，每一笔都有记录。苏米雪，你可以看一下这些证据，如果没问题的话，需要你签个字认罪。我没罪，林法务，你这些东西都是污蔑，明明是公司的系统漏洞，怎么能怪到我身上？
苏米雪，齐公多次提醒你拿错了饭卡，想要收回饭卡，你明知饭卡有问题，但拒绝配合。苏米雪，只要你配合调查并且补缴预算，公司是不会报警的。我劝你好好想一想。法务，你别小人得志了。我告诉你，我的好朋友秦诗韵可是秦氏的大小姐，我才不怕你们！米雪，这是苏氏集团公司的内部问题，你就算是喊来了秦董也是没用。林法务，苏董前几天就说想让秦诗玉和苏氏的太子爷相亲，不出意外的话，诗月以后就是苏氏的老板娘了。苏米雪，我是苏氏集团的法务，我要考虑的是法律制度。你说的那些和我无关，也和你盗刷的事情无关。林法务，你等着！喂，米雪，怎么了？诗韵，我在苏氏被欺负了，有个叫齐举行的小职员，他污蔑我偷他的饭卡，公司不仅支持，他还威胁我。米雪，你不是苏家的大小姐吗？怎么会被一个小职员欺负？我是被要求隐藏身份来的公司，然后这个齐世明他追我，我拒绝了他，然后齐世明觉得掉面子，所以想逼我离开。齐之行竟然敢这样，你也是的，这事儿直接和苏伯伯说不就行了？诗韵，可我爸爸让我隐藏身份来基层，就是为了锻炼我的，我不能用这种小事去打扰他。那这样吧，米雪，我最近的项目刚好要和苏氏合作，我明天就去一趟苏氏，给你撑腰。还有，米雪，你哥哥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什么？我爸说苏伯伯很喜欢我，想要把我介绍给他儿子，所以我想过来打听打听。诗韵，这一句两句的也说不清。你明天来了，我面对面给你讲。好，那明天见。周林，米雪盗刷这个事情是真是假呀？我也不知道啊，小刘，其实我和米雪也没那么熟。米雪，你怎么还能来公司？哪个是齐之行？就是他，诗韵，这就是那个想追我被我拒绝然后就翻脸的齐之行，分明就是系统有漏洞，他非说是我盗刷以供祭祀。你就是齐之行？是我。你是？秦氏集团秦诗韵。米雪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你敢污蔑他盗刷饭卡，还让法务部去调查他，是谁给你的胆子？秦诗云，这不是老头子要给我介绍的相亲对象吗？怎么和苏米雪搅到一起了？秦小姐，苏米雪使用我的商务招待卡，一周消费17万6千元，全部走公司预算，法务部有完整流水，每一笔都有记录，这不是污蔑，是事实。那是你们系统有漏洞，跟米雪有什么关系？你一个大男人追不到人家就用这种手段报复，你丢不丢人？我从没追过她。诗韵，你看他竟然还不承认。齐日行，你不就是想要那些钱了吗？20万我替米雪出了，你要是觉得不够，那就直接说个数。秦小姐，这不是钱的问题。那是什么问题？你为什么非要让米雪身败名裂？就因为她拒绝了你？齐之行，等到你知道苏米雪是什么身份以后，你会后悔的。苏米雪的身份？诗韵，算了吧，不跟这种人计较了。我也不想让这种人知道我的身份。没事儿，米雪，我过几天还要和你哥哥相亲呢，我能压得住齐之行。齐之行，我告诉你，过几天我就要和苏伯伯的儿子见面了。等我嫁进苏家，第一件事就是让你滚蛋。你苏伯伯的儿子？怎么，齐之行，你现在知道怕了？等我嫁到苏家，我不仅要把你赶出苏氏，我还要把你在行业里除名。秦小姐，我看你和苏董的儿子还没见过面吧？我虽然没见过，但苏伯伯已经答应安排了。齐之行，你管好自己就行，你管得着我的事儿吗？秦小姐，我只是想提醒你，你们连面都还没见过的话，那就不要大言不惭地说自己要嫁入苏家。齐之行，你……秦小姐，还有这个支票，你收回去。钱的事，法务部会按流程处理。至于你想当苏氏未来的老板娘，我只能祝你成功吧。诗韵，我该怎么办啊？齐之行铁了心的要报复我。米雪，你放心，我是不会让齐之行这个小人得逞的。
时运回来了，和苏家见面的事，苏董那边有消息了吗？没有，苏伯伯一直拖着，说最近集团事情多。时运，我跟你说实话，我们秦氏最近资金链比较紧张，有个项目前期投进去2个亿，如果拿不到苏氏的后续投资，整个秦氏都可能被拖垮。什么？时运，和苏家联姻不是你个人的事，是整个秦氏的事，你无论如何都要拿下苏家的太子爷。知道了吧，米雪，我家现在急需和苏家合作，我这几天就会见到苏伯伯的儿子，到时候我会帮你把齐之行给解决的。谢谢诗韵，诗韵你条件这么好，苏董也很喜欢你，苏董儿子肯定也会喜欢你的。可苏伯伯一直拖着不见，我心里没底。诗韵你就别担心了，话是苏董说出来的，他肯定不会无缘无故的放你鸽子，只要你和小苏总见一面，对方只要不抵触，你们这事儿就成了。米雪，你说会不会有人在苏董面前说我坏话了？不然苏伯伯没理由一直拖的。难道是齐之行？不会吧，米雪，齐之寻他一个小主管，怎么会认识苏伯伯的？诗雨，你相信我，绝对是齐之寻做的。他以前是集团的，而且他的主管身份也是我爸爸特意过来给他安排的。什么？抱歉啊，诗云，你是被我给连累的。要是我答应了齐之行的追求，也不会有现在这么多事儿了。米雪，这怎么能怪你？等我明天亲自去找齐之行要说法。齐之行，秦小姐，有何贵干？齐之行，你别装了，我们都知道了。我装什么了？苏明雪，你们两个在说什么？齐之行，是不是你给苏伯伯告状了？所以苏伯伯才一直没安排我和他儿子见面。行，是我干的，行了吧？公司门口流浪猫饿死，也是我因为偷吃人家猫粮了，什么坏事都是我干的。诗韵，你看我说什么来着？绝对是齐之行去告状了的。但他到底图什么？这还不明显吗？他不希望你和苏家联姻，估计他是真的害怕诗韵你成为苏家少夫人后把他赶走。那米雪，我该怎么办啊？这还不简单，诗韵，你直接去找我爸爸解释一下，你亲自登门，他肯定会觉得你有诚意的。米雪，你说的对，那我就亲自去找苏伯伯一趟，看看是不是对我有了什么误解。诗韵，还有啊，我觉得我爸他拖了这么久，说不定就是在考验你的诚意。你明天就去一趟苏氏总部吧。好，那我现在就去买点礼物，明天给苏伯伯带过去。喂，爸，怎么了？志行，你明天回集团一趟。回集团？怎么这么突然啊？是集团出什么事了吗？你先回来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这老头子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？秦小姐，您先在会客室稍等一会儿，苏董马上就到了。没事的，何秘书，我等一会儿就好了，谢谢。终于能见到苏伯伯了，我一定要把齐之行那个小人做的事全部说出来，让苏伯伯把他给处理了。林法务，苏明雪盗刷的那件事怎么样了？还在调查吗？还在调查，苏明雪拒绝签字，我只好找些更关键的证据。齐公，你怎么突然来集团了？我也不清楚，我爸要我赶快回集团一趟，我也不知道要干啥。齐公，那个你的父亲难道真的是苏董？对啊，我之前说过。那齐公，你追求苏明雪不成的这个传言是真的还是假的？林法务，你还真八卦，我才没有追过苏明雪，这也是他造谣的。林法务，苏明雪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，他和我真的没有关系。好的，齐公，我都知道了，我先去趟法务部交个材料。这个点，老头子肯定还没来公司，我先去会客室等他吧。你怎么在这儿？齐之行，你怎么在这儿？秦小姐，是我先问的吧？你在这儿干什么？我来探望苏伯伯，怎么了？倒是你齐之行，你是不是跟踪我？我跟踪你？我跟踪你干什么？是苏董说有事，特意让我回集团一趟。齐之行，你骗谁呢？我前脚刚到你就来了，天底下有这么巧的事儿？我骗你干什么？我要知道你在我才不会来呢。
你不知道，我在分公司说要来总部找苏贝贝的时候，你肯定就在茶水间偷听，你还说你不是跟踪。秦小姐，我一个独立的个体，去哪里都不需要跟你报备。齐芷行，你别装了，你就是怕我在苏伯伯面前揭穿你。揭穿什么？我有什么可以让你揭穿的？你挑拨我们秦苏两家的关系，还在公司散播我坏话。齐芷行，你别当我不知道这些是你做的。秦小姐，你说的这些，我一件都没做过。你还敢嘴硬？我问你，你是不是跟公司的人说过，我嫁不进苏家？没有。你敢发誓吗？秦诗韵，我当时明明说的是，你连苏董儿子长什么样都不知道，就别到处以苏家未来老板娘自居。齐芷行，你有什么资格教训我？你就是苏氏分公司的一个技术部小主管，你管得着我的事儿吗？秦小姐，天地良心啊！我可从来没想管你秦家的事儿，是你自己天天跑到分公司来闹。那还不是因为你欺负我家米雪？你要是不欺负她，我才不会来的好吗？秦小姐，苏米雪盗刷公司17万，法务部正在处理。你想替你的好闺蜜出头，你是不是应该先搞清楚她是什么人？你又在污蔑米雪，我认识米雪多少年了，她是什么人我清楚得很。再说米雪她的身份，怎么可能盗刷你的卡？齐主管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好骗？秦小姐，你的确挺好骗的。苏米雪跟你说的那些话，你是不是从来都没核实过？哪怕一句话。你想说什么？秦小姐，苏董到了，请您跟我来吧。我没什么好说的，你见完你的苏伯伯再去一趟法务部，好好打听一下苏米雪，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了。齐整形，你就等着吧，我一会儿就让苏伯伯给你撤职。苏米雪说曹操到，他怎么也来集团了？林法务，你不是缺苏米雪盗刷的证据吗？带上录音笔和保安来会测室这边。齐之行，怎么这么巧？你也在集团啊？苏米雪，你来集团干什么？我来找诗韵，说一个人来太紧张了，我就来陪她了。苏米雪，秦诗韵现在在苏董办公室，就是你上次在分公司见过的那位苏董，你敢进去吗？齐公，你说什么呢？我和苏董又不认识，我进去干什么？不认识？苏米雪之前还在分公司跟所有人说你是苏董的女儿。齐中姐，你别血口喷人，我从来没说过这些。苏米雪，分公司的所有人都可以给我作证，已经发生过的事可不是你不认就能没事的。齐书记，我跟你什么仇什么怨，你非要搞死我！苏米雪，从你拿我饭卡请客冒充富二代开始，你就该知道会有被绳之以法的一天。那又怎么样？我刷的又不是你的钱，是公司的钱。齐之行，你一个月工资多少？5000、8000，我一周刷了17万，你一年的工资都不够，你凭什么管我？那17万走的是公司商务招待预算，你花的是全公司所有人的钱。公司预算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花的苏氏的钱，苏氏一年几十个亿，差着17万。齐之行，你就是眼红，眼红我比你混得好，眼红秦世伟给我撑腰。林法务，你出来吧，苏米雪已经认罪了。苏小姐，既然你承认了你盗刷公司的钱，那就请您跟我走一趟吧。林法务，你怎么在？苏小姐，有什么话还是留着在法务部说。我没罪，那就是我的卡，我只是碰巧找到了系统的漏洞，你们不能抓我。你在干什么？齐芷行，你疯了！竟然敢带人抓米雪！秦小姐，苏米雪盗刷公司17万，她自己刚才亲口承认了。诗韵，齐芷行刚刚是在故意套我的话，我试一试没发现才中了陷阱。林法务，我刚刚说的都是气话，我真的没有盗刷饭卡。林法务对吧？你们调查事情不能只看齐时行的一面之词，更何况齐时行因为追米雪不成，心里一直愤愤不平。秦小姐，这件事和你没关系，你不要在这胡搅蛮缠了。怎么和我没关系？米雪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。再说，就算美雪刷钱了，刷的也是公司的钱。你一个月薪几千的技术员，操什么17万的心？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正义？秦小姐，这不是钱的问题。那是什么问题？你就是针对米雪。齐时行，你到底图什么啊？我什么也不图。
苏米雪盗刷，我希望法务部可以按流程处理，就这么简单。按流程？齐之行，你少拿流程压我！你一个分公司的小主管，流程轮得到你定？我告诉你，我刚刚见完苏伯伯，你小心，我现在就告你的状！秦小姐，你难道忘了，你刚才见苏董之前还说要撤我的职，现在他撤我职了吗？那是因为苏伯伯还不知道你干的这些事儿，等我下次就和他好好讲下你的罪行。不需要下次，秦小姐，你现在就可以过去告状。你不是刚从苏董的办公室出来？我，秦小姐，你敢再进去吗？齐之行，你不用激我，我不管你在苏氏有什么底气，只要你敢动米雪一下，我秦氏的法务团奉陪到点。米雪，咱们走。秦小姐，苏米雪她……林法务，就让他们走吧。齐公，咱们就这么放苏米雪走了？林法务，你放心，苏米雪是跑不了的。齐公，苏董找您。好，我现在过去。知行，你应该看到诗韵了吧？你感觉怎么样？秦小姐已经走了。爸，你知道她和谁一起走的吗？是和苏米雪一起走的。苏米雪，那个盗刷你饭卡的实习生，他还没被处理。对啊，他一直不签字认罪。我刚好不容易让他承认自己盗刷饭卡，林法务已经要把人带走处理呢，秦时运给拦住了。行了，苏米雪跑不掉的，你就别担心了。先说说正事儿，秦家那边一直在催呢，你什么时候肯和诗韵正式见上一面？不是吧，爸，我还得和秦时运见面啊？怎么了？诗韵挺好的呀，只是阻止你带走苏米雪，你不用那么大的恶意吧？明天晚上希尔顿中餐厅，穿你最好的衣服啊，可别丢咱们苏氏的脸。爸，你是不知道秦时运的真实面目，我才不要和他相亲。知行，你不喜欢诗韵是一回事，见不见面又是一回事，这代表的是苏邢两家，你必须去。行吧，我去和秦时运见面，但我有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见面之前，你别跟秦时运透露我的名字和我在公司的职位。诗云，要不我还是先走吧。你和我哥相亲，我也不好当电灯泡啊。我必须得找个机会跑，不然秦时运就知道我是假苏氏千金了。不行，米雪，你得陪陪我。我和苏少都认识你，有你在不会冷场。米雪，会不会是你哥他对我不满意啊？怎么还没来？诗姐姐，你在乱想什么？你们又没见过面，为什么对你不满意？再说我哥日理万机，迟到也很正常。米雪，我觉得我有点紧张。哎呀，诗韵，你有什么可紧张的？苏少见了你肯定走不动道。再说了，苏董那么看好你，苏少还能怎么你？我是担心苏少他从小在国外读书，跟我没有什么共同话题。诗韵，你想多了，富二代跟富二代话题多了去了。你们聊完联姻的事儿，就再聊几句公司，然后聊一下怎么处理齐志行，感情不就升温了？你怎么又扯到齐志行身上了？那还不是因为他太可恨了。诗韵，我跟你说，等你嫁进苏家以后，就算齐之行跪下来求我，我都不带看他一眼的。是谁要我跪下来求他呀？齐之行，齐之行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秦小姐和我的相亲局，我作为当事人肯定要到场。齐之行，你个死变态，竟然跟踪我们，跟踪到这里！保安呢？保安！秦小姐，你有误会什么？我就是你的相亲对象啊，苏氏集团的大少爷齐之行。齐之行，你以为我好骗是不是？苏伯伯姓苏，你明明姓齐。我本来叫苏之行的，可我父亲为了纪念我挪产去世的妈妈，所以我就随母姓。不，我还是不信。那这样吧，我给我爸打个电话总行。爸，我到了，秦小姐还带了个朋友。好好，儿子你们好好玩啊！小秦是个好孩子，对人家礼貌点。齐之行，你打的是谁的电话？苏仁正，就是你口中的苏伯伯，他是我爸。苏米雪，你快告诉他你的身份啊！秦小姐，你还觉得我是假的呀？这不是已经有了你苏伯伯的认证了？那米雪你怎么回事？齐之行不是你哥哥吗？你怎么不认识他？苏米雪，你骗了整个分公司的人还不够吗？竟然还骗了秦诗游。米雪，你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？齐之行，齐总，我错了。苏米雪，你竟然敢骗我！诗韵，
你相信我，我只是拿错了卡，是食堂系统的问题，是系统把我们2个人的卡搞混了。苏明雪，你1周刷了17.6万也是拿错了，你请全公司吃帝王蟹的时候也是拿错了，你让周林和陈远给你当跟班的时候也是系统搞混的。齐世行，是你设局害我的，对，这张卡肯定是你故意丢的。故意丢的？苏明雪，你捡到卡之后没有归还，没有上报，直接拿去请客充面子，这明明是你自己选的，你以为全公司都跟你一样蠢？林法务，我抓到苏明雪了，你进来吧。齐总，人在这儿，带走吧。放开我！我是齐世运的朋友，你们敢动我？等等，你有什么证据？17.6万元消费流水，全走的我的商务招待预算。秦小姐，你现在难道还想为苏明雪付钱吗？世豪，你别信他，那些流水是他伪造的。伪造？苏明雪，你要不要我现在让技术部把食堂的数据和监控都调下来，让秦小姐一条一条对？世运，救我！我不想进去，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啊！苏明雪她骗了我，她从头到尾都在骗我。秦小姐，现在你知道你维护的苏明雪是个什么人了？齐世行，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我看你就是想看我的笑话。秦小姐，我告诉过你多少次了，在办公室、会客室，我说了至少3次登进去过。苏明雪，消费流水17.6万元，全部走公司商务招待预算。你还有什么要说的？那卡是齐世行主动给我的。主动给你？对，他追我，我不答应，他就把饭卡塞给我当礼物，说让我随便刷。现在翻脸是因为我拒绝了他，他说要让我后悔，他说要让我在苏氏待不下去。苏明雪，齐总是咱们的技术部主管，他的工号、饭卡、商务招待权限都是总部直接管理的。你觉得他会把自己的饭卡当礼物送给一个实习生？那又怎样？有钱人的脑回路你懂什么？他就是追我，我手机里有他发给我的消息，你们去查。苏明雪，你确定坚持这个说法，不会改了吗？确定，一个字都不改。齐总，苏明雪改口供了，说饭卡是您主动给他的，说您追求他不成，所以报复，还说手机里有您发给他的消息。我追他？我连他微信都没有。我知道齐总是被冤枉的，但我还是要按照流程来取下证。刚好，我调到拿错饭卡那天的监控了，我调了食堂过去30天的全部监控。苏明雪进公司以来，我和她在食堂只发生过1次交集，也就是那天我们拿错的饭卡那天，之后没有任何私下接触。看来苏明雪又在乱编了。对了，齐总，有个李律师来电，说他要为苏明雪辩护。赵德胜，苏明雪在分公司期间，你跟她走得最近，你们2个干了多少脏事儿？现在说吧。我就是正常的工作关系，他是优秀实习生，我多关照了一点，这是人之常情啊。正常工作关系？那你解释一下，这3笔一共4万块的招待费报销，客户签字为什么全是苏明雪代签的？你当我是傻子吗？齐总，我当时没想那么多，他说她是苏董的女儿，我不敢不帮她呀。赵德胜，你现在每交代一件事，就是在给自己减刑，把你每一笔虚报的账，每一次帮他平账的经过，全部说出来。我全说。苏明雪私下说过，她说总部根本没您个人，还让我帮忙拉拢财务部的人帮她平账，说以后让我当集团副总。他还提过谁？提过周永昌，他不光是刷您的卡，他还说要一步一步把您从分公司挤走，让周永昌的人接手技术部。他说等事成之后，整个分公司都是他的。记下来，多部门联合调查启动，苏明雪的罪名从盗刷扩展到职务侵占。赵宵夜配合调查，暂时留职，表现决定后续处理。赵德胜，你记住，你交代的这些事，每一条我都会核实，少一条，你跟他一起进去。齐总，出事了，苏明雪被人包走了。什么？谁包的？就是我之前说的李律师，带着取保候审手续把人接走了，手续齐全，我们拦不住。苏明雪符合取保候审条件。符合？他涉案金额17.6万，
有潜逃和串供的行为，哪里符合？对方手续完备，我们暂时只能放人，但我们可以限制苏米雪出境，并责令她每周报到。我觉得应该是有其他的阴谋。对，我也觉得，所以我顺着查了查，律师费10万是从一个贸易公司账户转的，这家公司的法人叫刘昌达，但实际控制人查不到，层层嵌套。王叔，帮我查一家公司，资金来源、实际控制人、关联企业越详细越好。还有苏米雪的代理律师最近跟谁接触过，见过什么人，吃了多少顿饭，我全都要知道。查到了，少爷，你说的那个贸易是个皮包公司，注册资金50万，没有实际业务，办公地址是个废弃仓库，但他的实际控制人是咱们的股东周永昌。王叔，你确定是咱们苏氏的第2大股东周永昌？就是他。这个工贸公司只是他众多壳公司中的一个，这20年来，他一直藏在暗处，等着机会。李律师上个月跟他吃过3顿饭，每次都超过2个小时。继续查，看来苏米雪只是一颗小棋子，周永清才是真正要动苏家的人。周永清，20年的局，你终于出手了。爸，我来打听一下那个周永昌。老周，他可是我当年竞选董事长时的对手。他怎么了？这20年里，他一直安安分分的，除股20年没动过，董事会里从来不唱反调，开会从来不提反对意见。我调查到苏米雪可是他的棋子，你确定他安分？我想是因为你。因为我把你从集团调到分公司，表面上你是被降职了。老周以为我内部不稳，儿子不中用，他想让董事会觉得我连自己的儿子都管不好，怎么管一个市值几百亿的集团？那苏米雪做的事都有他的授意，估计是。后来你揭穿苏米雪，老周急了，以为你要顺着苏米雪查到他，所以才出手保人。他肯定没想到你越查越深，已经摸到他的边了。那下一步呢？下一步他该对你动手了。苏米雪是试探，后面还有更大的招。老周藏了20年，不会轻易认输。爸，你是说您早就知道？我知道的比你想象的要多，现在该收网了。世浩，你终于接我电话了。苏米雪，你还有什么想说的？世月，我知道我错了，但我是真的走投无路了。他们要我还17万，不然就送我去坐牢。那是你的事，你骗了我这么多年。现在还想让我帮你？世月，求你了，看在我们3年朋友的份上，你帮我还了这笔钱，我保证以后再也不骗你了，我发誓。我帮你还了17万，然后呢？秦氏现在资金链紧张，都是因为你我才得罪了齐雨行，得罪了苏氏。你是秦氏的大小姐，17万对你来说不算什么的。17万是不算什么，但你知道我现在的首要任务是什么吗？我需要嫁给齐金行，挽救秦氏。米雪，你一直知道齐之行的身份，对不对？所以你拼命拦着我。你说他追求你，说他针对你，全是编的。你怕我嫁进苏家之后，你的谎就兜不住了。诗韵，不是这样的，我真的不知道。那是哪样？你告诉我，你说过的哪句话是真的？3年，苏米雪，我信了你3年。每次你说被欺负，我就掏钱替你撑腰。我像个小丑一样在你面前跳了3年，齐之行在旁边看着，他一定觉得我蠢透了。齐总，苏米雪那边情况不太好，她说没钱还，态度也不配合，一直在哭。李律师也来了，在走廊等着。他来干什么？他的意思是希望公司接受分期还款，先不要走刑事程序。他说苏米雪愿意签还款协议。分期还款？他一周能在食堂花8万3千，现在跟我说分期？他就是没钱。我们查了他名下所有账户，加起来不到2000块。他那些奢侈品还没卖，他说那是个人物品，不属于赃款。那周股东呢？他不愿意帮苏米雪还债？这我也不清楚。有意思，这个周长枪到底在下什么棋啊？对了，李律师提了一个条件，他希望我们不要把苏米雪和周永昌的关联公开。他说这对苏氏的形象也不好。告诉他，苏氏不接受。苏米雪的案件按正常程序走。还有苏米雪，她想分期的话，也可以先把那些奢侈品卖了抵债吧。
是齐总，我这就去办。诗韵，你肯见我了？坐吧。诗韵，我知道我错了，我不该骗你的。你骗了我3年。你说你是苏氏大小姐，说你爸是苏仁正，说你从小在国外长大，这些是不是全是编的？是，都是我编的。那你的真实身份是什么？我就是个普通家庭的孩子，我父母都这是18线小县城的普通工人，我是本科毕业，在苏氏做实习生。那你为什么要骗我？因为你太优秀了，秦氏大小姐，名校毕业，长得漂亮，我跟你站在一起什么都不是。我刚开始只是想吹牛，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差劲。所以苏明雪，你的意思是怪我太优秀了？不是，诗韵，我真的走投无路了，我盗刷了17万，如果我还不上，他们就要送我坐牢。诗韵，我求求你救救我！米雪，我可以帮你还一部分，但不是17万，我只能出5万。诗韵，谢谢你，我就知道你会帮我的。别谢我，这是最后一次，你拿了这5万，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。好，诗韵，你放心，我以后再也不烦你了。你那个爱马仕的包卖了应该值不少。那包，那是假的。原来苏梅雪，你从里到外整个人都是假的啊。齐总，您要的资料整理好了，苏明雪这1年来的全部转账记录都在这里，还有几笔小额，分别是给陈远的2000，周林的3000。陈远和周林？对，看起来是还他们的钱，但有意思的是，他之前请他们吃饭花的远不止这些，用您的饭卡请客，还钱的时候说是自己出的。还有什么事？秦诗瑜今天和苏明雪在咖啡厅见面了，他从银行提了5万现金给了苏明雪。秦诗瑜竟然还联系苏明雪，还给苏明雪他钱，他脑子是不是进水了？看起来，秦小姐虽然有点偏听偏信，但确实很重感情。重感情？他那是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。苏明雪有个市价8万的爱马仕包，卖都不肯卖，跑来跟秦诗雨哭穷就算了，秦诗雨居然真给了。齐总，那要不要通知法务部拦截这笔钱？苏明雪收到外部资金没有报备。不拦，让他给。这5万是他最后给苏明雪的钱，也是他最后一次犯傻。明天约秦世云来见我。齐总，您是打算……他被苏明雪骗了3年，现在又在给骗子送钱。秦氏资金链紧张，秦叔叔和我爸关系毕竟还不错，我不能看着他继续犯傻。明白了。不过齐总，秦小姐现在未必愿意见您。希尔顿那天您是当面揭穿苏明雪的，她面子上过不开。那就告诉他，来不来随他。但他不来的话，何秘书你告诉他，苏明雪以后肯定还会找他要下一个5万。齐总，坐吧，不用紧张。秦小姐，我听说你昨天跟苏明雪见面了，还提了5万现金。你查我？不是查你，苏明雪欠公司17万。还清之前，所有大额资金流动都要报备，这是程序。他跟你说了什么？职务侵占，走投无路，求你看在3年朋友的份上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因为他跟法务部说的也是这套，但他说漏了一件事，他有一个爱马仕的限量款包，市价8万。他说那个包是假的。他跟你说那个包是假的？对，他说是假的。2个月前，爱马仕专柜8万7。秦小姐，你那5万块他又拿去干什么了？你还是先问问他吧。他又骗我，他竟然每一句都在骗我。秦小姐，你知道苏明雪为什么敢一次又一次骗你？因为你太好骗了。她哭一哭你就心软，她说走投无路你就掏钱，你对她讲情分，她对你是讲算计。那你叫我来干什么？看我笑话？我叫你来是想告诉你，苏明雪背的律师可是周永昌的人，周永昌是苏氏的第2大股东，你帮苏明雪就是在帮周永昌，帮一个想搞垮苏氏的人。什么？周永昌？他是谁？你没听过就对了，他从来不在明面上，苏明雪只是他的一颗棋子，而你这5万，说不定已经进了他的口袋。秦小姐，你帮苏明雪是你的事，苏氏集团的事是我的事。从现在开始，苏明雪由苏氏法务部全权处理，
如果你再来插手，就别怪我没有提醒。米雪是我，开门！诗月，你怎么来了？这些都是假货。当然是假货，我之前不都跟你说过，这个包我在专柜见过，限量款，市价8万。你告诉我这是假的？世豪，你听我解释。解释什么？解释你一边哭穷说走投无路，一边满屋子名牌。解释你求我帮你还17万，自己却不肯卖一个包。齐之行把那些证据都给我看了。苏米雪，你是真把我当傻子了。诗月，不是这样的，那些包是我借来充门面的。充门面？你充了3年门面，充出一个限量爱马仕。要不要我把你专柜的刷卡记录调出来，看看是不是你亲自去刷的？秦诗玉，你以为我不知道？你跟我做朋友不就是因为我苏氏大小姐的身份？现在发现我是假的，转头就去找真的苏家大少爷了，你翻脸可比我快多了。苏米雪，你说我跟你做朋友，是因为你是苏氏大小姐，不是吗？自从你发现我不是苏董女儿，立刻就投靠齐之行了。你对我的态度变得比翻书还快。我没有，我只是不想再被你骗了。米雪，我把你当最好的朋友，你把我当什么？最好的朋友？秦大小姐，你生在秦家，从小有钱有势，我呢？我爸妈都只是普通工人，我什么都没有。我不编故事，你凭什么跟我做朋友？所以从一开始，你接近我就是为了利用我，互相利用。你借我的身份在社交圈风光，我借你的钱买包往上爬，各取所需，有什么不对？你以为我跟你是同类？你以为我有钱，所以我交朋友也只看出身？苏米雪，你错了，你不是因为穷才走到这一步的。那你说是因为什么？你是因为你从头到尾就没把任何人当人，周林也好，陈远也好，我也好，在你眼里都是可以利用的工具。秦大小姐，你说完了，说完了你可以走了，反正你也不会帮我。把那5万还给我，你那些包可不止20万，你自己卖了还债，你犯的错自己去承担。秦小姐，你去找苏米雪了？去了。苏米雪她承认了，她从一开始接近我就是为了利用我。她说我跟她做朋友也是因为她苏氏大小姐的身份，她把所有人都当工具。齐总，我是不是蠢到家了？被人骗了3年，沾沾自喜以为自己交了个好闺蜜。更可笑的是，我为了她跑到你们公司闹事，骂你是跟踪狂，威胁让你滚出苏氏。苏米雪这种人，专挑善良的人下手。你不是第一个，也不是最后一个。他用同样的方式骗了周林、陈远，都是套路，让人以为她是大小姐。齐总，你为什么帮我？我之前那样对你，说了那么多难听的话。因为你也是受害者，而且秦氏和苏氏有合作，秦氏出问题，苏氏受影响，帮你也是帮我们苏氏。原来只是这样啊！不管怎么说，谢谢你。那5万我不会给苏米雪了，她想还钱，先把那一屋子名牌卖掉再说。这个决定正确，她的包市价至少20万，只是不肯卖。秦小姐，希望以后你的善良能用在对的人身上。齐之行，之前对你说的所有话，我正式道歉，对不起。没事，过去的事儿就过去了。对不起，您所拨叫的电话无人接听。喂，陈助理吗？我是苏米雪，周董在吗？我有急事儿。苏小姐，周总在开会，不方便接电话。那什么时候方便？我需要见周董。秦诗玉已经知道我在骗他了，齐世行也在查我，公司法务部那边随时可能报警，我的处境不太好。苏小姐，周总交代过，近期尽量不要联系。你现在的情况比较敏感，任何跟你的直接接触都会被齐立明盯上。什么意思啊？周董不管我了？我帮他做了那么多事，接近秦世玉在分公司搅浑水，这全是按他说的做的。苏小姐，周董从来没有让你盗刷饭卡，你自己的行为请你自己负责。我自己负责。做了3年大小姐，到头来连一个给我斗底的人都没有。
秦世瑶翻脸，齐之行在逼我，周永昌跟我玩切割。好，你们都厉害，秦诗韵、齐立行、周永昌，你们一个都别想轻松。齐之行，你不是要查吗？我手里周永昌的把柄比你知道的多得多，就看谁先扛不住。林法务吗？我是苏米雪，我有话想跟齐总谈，关于周永昌的，告诉他我手里有他想要的东西。诗韵，你今天去苏氏了？见了齐之行，他帮我揭穿了苏米雪，我没想到米雪竟然一直在骗我，冒充苏氏大小姐。我今天去找他对质了，他亲口承认的，从头到尾，我只是他的提款机。我早就说过，交朋友要擦亮眼睛。那个苏米雪说话做事太浮夸，一看就不是什么正经人。爸，我错了，是我太天真了，我以为真心能换真心。苏米雪的事到此为止，5万我不会给他，让他自己买单。诗韵，秦氏的事，资金链还能撑多久一周后拿不到苏氏投资，供应商货款、员工工资、银行贷款全都要停。秦氏30年的家底就要断在我手里了。爸，我去求齐之行。世瑶，你之前那样对他，他未必肯帮。我知道，但这是唯一的路。秦氏几千名员工等着发工资，我丢了面子，总比丢家业强。而且齐之行这个人，他没有因为苏米雪是为难我，也许他不是我想的那样。委屈你了。不委屈，我是秦家的女儿。爸，你放心，我会想办法。齐总，苏米雪昨晚给我打了电话，她说手里有周昌的东西，想跟你谈。他主动联系你？对，听他的语气，周武昌那边应该是对他撒手了，他现在是慌了。苏米雪现在在哪儿？在楼下会议室等着。齐总，你果然来了。你说你手里有周永昌的东西，说吧。我说了有什么好处？那要看你说的是什么。如果你拿出来的东西值17万，公司可以考虑从宽处理。我帮周永昌做了3件事。第一件，冒充苏董女儿接近秦诗韵，他让我跟秦诗韵搞好关系，摸清秦氏的资金状况。秦氏如果跟苏氏联姻，他手里就少了一张牌。第二件呢？散播你在公司追求我的谣言，目的是让你在总部和分公司名声变差，让你爸在董事会里难做。这些我都猜到有周永昌的手脚。第3件呢？周永昌用他的套壳公司做的远不止包我一件事。那家贸易公司在过去2年通过虚假供货合同从苏氏转走了至少300万，采购部的负责人是他的人。有证据吗？有，我留了聊天记录。周永昌的助理陈助理，他跟我联系的所有微信语音、转账记录、合同照片，我一直存着。好，苏米雪，你的条件是什么？我要你们撤案，而且17万我不还，另外给我10万，我要离开这座城市，从此消失。如果这300万里你的参与过多，执法方认定你在这300万里是共谋，那你的角色就不是污点证人，而是同案犯。所以从现在开始，你最好说的每一句都是实话。林法务，安排他做笔录吧。齐总，秦小姐来了。秦小姐，有什么事？齐总，我来是为了秦氏，资金链最多撑1周，秦氏的贷款下不来，我们已经等不起了。所以秦小姐，你是来拉投资的？是，我知道之前我对你态度恶劣，说了很多难听的话，但秦氏是无辜的，而且我爸和苏伯伯关系也很好。齐成行，不管你什么条件，我都答应。行是行，秦氏的事儿我可以帮你在董事会上说话，但我有一个条件。你说。明天去分公司，当着所有被你骂过的同事的面，把事情说清楚，正式道歉。什么？就是你之前当众骂我是跟踪狂，说我要报复你闺蜜什么的，我要你给我澄清。好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
我当时是受了苏米雪的蒙蔽。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，苏米雪今天主动联系了法务部，周永昌对她撒手了，她反过来要出卖周永昌。他出卖周永昌？苏米雪她现在谁都有，她手里有周永昌通过套公司从苏氏转走300万的证据，她把证据给我们的条件是撤案不还钱，以及再给她10万。你答应他了？没有呢，证据我没看到原件。再说她的条件也太高。不过秦小姐，秦氏这次能不能撑过去，取决于周永昌能不能被扳倒。他倒了，苏氏大局稳定，秦氏的投资自然就稳。我能做什么？没事，还轮不到你。各位好，我是秦氏集团的继承人秦诗月，今天来是向大家道歉的。之前苏米雪冒充苏氏大小姐，我跑到这里替她出头，当众骂齐之行是跟踪狂，说他追求苏米雪不成，在公司处处针对她，这都是假的。那些话全是苏米雪教我说的。她说齐之行追求她，被她拒绝后恼羞成怒，利用职务之便搜查她的消费记录。她说他们全家都在欺负她一个实习生，我被她骗了。后来多亏是齐之行帮我揭穿了她，不然我还被蒙在鼓里。秦小姐，其实我也有责任。苏米雪请我吃了好几顿饭，我还在齐总面前帮她说过话，她每次提起你都说你傻好骗，我还觉得你仗势欺人，现在想想真丢人。我也是，他跟我说他爸是苏仁正，说他回分公司是微服私堂，我到处帮他宣传，搞得整个技术部都在传。所以苏米雪竟然是从头到尾都在骗我们。对，他盗刷了齐世行的饭卡17万，全花在请你们吃饭，你们吃的每一顿饭花的都是公司的预算。欠各位的道歉我送到了，以后我不会再来闹，秦氏和苏氏的合作我会用正经的方式推进。今天讨论2件事儿，第一是关于秦氏的投资，第二是咱们大股东周永昌的问题。苏董，秦氏财务风险不小，2000万不是小数，万一打了水漂，对股价打击很大。而且秦小姐之前来公司闹过，在员工面前骂齐总是跟踪狂，她的判断力和合作诚意，我存疑。秦氏的财务报表我反复看了，风险在短期资金周转，不是核心业务崩盘。秦氏的供应链和渠道对苏氏有补充价值，现在低估值入股，回报率可期。至于秦诗韵，他今天已经去分公司为他的行为当众道歉了。道歉能弥补什么？能弥补的确实不多，但一个能当众认错的人，至少比躲着不认账的人可信。而且各位别忘了，秦诗韵也是受害者，她被苏米雪骗了3年。好了，请各位股东先表决，支持注资2000万换秦氏20%股份的举手。通过，执行。那你就负责后续对接吧。第二件事，周永昌，苏米雪昨天向法务部供述，周永昌通过套壳公司以虚假供货合同从苏氏转走了至少300万，采购部也有周永昌的内应。苏董，苏米雪一个骗子的话，能采信多少？他提供了聊天记录、转账明细、伪合同照片，林法务正在逐条核实，目前核到的一条假供货合同，金额98万，对公账户确认了，不是空口无凭。从今天起，公司全面彻查采购部的合作伙伴资质。各位，周永昌动了苏氏的钱，就是动了所有人的钱，咱们必须得好好处理。秦大小姐怎么在大楼外面等？里面我坐不住。董事会，秦氏的事儿过了吗？放心吧，已经过了。苏氏给你们秦氏注资2000万，然后苏氏要求持股20%的股份，再另外派1名财务总监，你们同意吗？同意的话，明天签协议。真的？同意？当然同意了。齐总，谢谢你。不只是投资的事儿，还有苏米雪。如果你没有当面揭穿他，我现在可能还在替他冲锋陷阵。你帮了我2次了。不用这么客气，都是顺手的事儿。齐总，我想请你吃顿饭。之前我对我的每一句难听话，都要当面重新道歉。好，明晚7点，希尔顿中餐厅。那希望你这次别迟到。不会的。诗韵，怎么样？爸，董事会全票通过，秦氏有救了。好，诗韵，辛苦你了。不辛苦，爸，回家我跟你细说。
秦大小姐，这次我没迟到吧？齐总，今天董事会的事，谢谢你。如果没有你的话，秦氏就完了。不用谢，秦氏值得投资，这是苏氏董事会的商业判断。齐总，我之前对你说的话，我现在回想起来真的很后悔，我居然为了一个骗子去威胁你。没事，都过去了。不，我要正式道歉。我不该不问青红皂白就帮苏米雪出头，我当时真的以为你是坏人。秦小姐，我接受你的道歉，但你也知道，苏米雪那种人最会利用别人的善良。你重感情没错，但要看对象，有些人不值得你付出真心。我现在懂了，3年友情全是谎言和利用，他接近我，也只是为了钱和身份。齐总，这杯敬你，谢谢你让我看清真相。也谢谢你不计前嫌帮秦氏。那也要谢谢秦大小姐，你去分公司道歉。那些同事需要有人把真相说清楚，他骗的不止你一个，周林、陈远都是一样的。你站出来，他们才有台阶下。齐总，我一直想问，你明明可以一开始就亮身份，为什么要隐瞒那么久？秦大小姐想听真话吗？当然，在集团，所有人都看我的脸色，没人敢对我说真话，没人敢反驳我。我想知道，如果我只是个普通职员，别人会怎么对我？我想看看真实的职场。所以你是故意去体验生活的？算是吧。结果没几天就遇到苏米雪，用我饭卡里的钱请全公司吃大餐。要不是我帮他，你也不用受那么多委屈。我去分公司大闹的时候，一定很可笑吧？苏米雪的事对我来说不算委屈。真正让我意外的是你。我？为什么？你为了朋友可以不计后果，拿20万支票来砸我，当着全公司面骂我。虽然你是被利用了，但这份义气现在很少见了。很多人连对真朋友都没这个心。齐总，你夸人和挖苦人一样。这又没什么，下次把义气给对的人就行。诗月回来了，谈得怎么样？爸爸等得心急。爸，董事会全票通过，2000万，20%股份，秦氏有救了。真的？全票？我骗你干什么？齐志行在会上帮我分析了秦氏的核心业务和渠道价值，说服了所有董事，没有他，这关过不去。他为什么要这么帮我们？之前你跑到他公司去闹，当众骂他是跟踪狂，还拿支票砸他，这换谁都不会不计前嫌吧？我问过他。他说秦氏值得投资，这是商业判断，公事公办。公事公办，2000万的项目，苏氏那么多投资标的，他为什么偏偏选秦氏？爸，你记不记得苏家之前说要安排我跟苏少相亲？记得，后来不是黄了吗？你说这个干什么？齐玉行就是苏少。什么？齐志行随母姓，苏董是他爸。苏米雪一直在骗，他说齐志行只是个技术员，其实他就是苏家要跟我联姻的那个人。也就是说，苏米雪从一开始就知道齐志行的身份，他拦着你接近他，自己冒充苏家大小姐，两头骗。对，他骗我说齐之行追求他不成，在公司报复他，我全信了。我帮他出头的那几次，齐之行一句话都没辩解。你现在对齐总什么态度？我欠他一个道歉，今天饭桌上当面道过了。联姻的事我觉得是不可能了，他对我的表现就是对客户的样子。诗月，这笔投资是救命钱，齐入行既然公事公办，我们就用业绩还他。秦氏活了，比什么都有说服力。我知道，明天开始我去秦氏上班。采购部那块我想从供应商审核入手，以前资金链紧张就是审核太松，有人以次充好啥的。苏米雪骗了我3年，至少教会我一件事。什么？看人不能看表面，以后对合作方也一样。齐总，苏米雪刚才的供述我都核验过了。他说了什么？他说了采购部的内鬼，是采购部的副总监老何，3年前从组长被周永昌提上来的。苏米雪说每次虚假供货的验收单都是老何签字，签完验收单陈助理打款。这是老何过去2年的验收签字样本，都比对过了。
笔迹一致。另外，苏米雪还交代了一条新东西，陈助理曾经分过他3000块，说是什么项目奖金。3000块应该是赃款，如果银行流水能对得上，陈助理这条线就跑不掉。执法部门已经在调查了。还有一件事，苏米雪说周永昌的助理让他整理过一批报税文件，假合同混在真合同里，他用手机拍了照，一共47张。47张照片，2份假合同，1条转账记录内容。他这次是把能拿的都拿出来，但他有前提，他反复强调撤案和免债。但他配合到这个程度，法院判的时候会考。老何那边呢？今天早上8点，老何一到办公室就被执法方带走了。周永昌那边反应很快，已经申请了明天开临时董事会。他想在董事会上把老何定性成采购部个人腐败，跟他没关系，抢先切割。对，如果他在董事会上先把老何踩死，老何那张嘴就被封住了。一旦老何扛下所有事，周永昌就能全身而退。老何今天早上被带走，到他开口之前，周永昌碰不到他。执法方那边的审讯周期一般是24个小时。明天的董事会几点开？下午2点。够了，你马上去执法方那边对接，把苏米雪提供的合同转账记录全部同步过去，让执法方在讯问老何的时候直接拿证据压他。好，我现在就办。老何是签字的那个，他推不掉，他只要开口认了陈助理，周永昌的防线就从中间断了。齐总，秦氏的合作方案，我爸让我送过来，含未来3年发展规划和季度分解目标。秦氏的内部整顿开始了？开始了，裁了2个亏损项目，一个物流线，一个地推团队，止损大概600万。供应商那边终止了3家，都是长期以次充好的，采购成本降了12%。做的比我预期的好，我以为你会对老供应商下不去手。是你教我的，善良要有底线。那些供应商吃秦氏的回扣吃了3年，我拿他们当刚合作伙伴，他们拿王冤大头，和苏米雪一模一样。苏米雪的事有进展，老何今天早上被执法方带走了。老何每次都在虚假供货合同上签字验收，笔迹鉴定已经对上了，加上苏米雪交出来的47张合同照片和陈助理的转账记录，证据链基本闭环。周永昌那边什么反应？他申请了明天下午开临时董事会，他的真实意图是把老何定性成个人腐败，抢先切割。你们来得及对付他吗？如果他先踩死老何，老何那边不就彻底被封住了？老何是早上被带走的，执法方的讯问周期至少24小时，这24小时里周永昌碰不到他。我刚才让林法务把苏米雪的全部证据同步给执法，让他们直接拿证据压老何。能行吗？老何跑不掉的，他签了那么多验收单，每一张都是他亲笔，他只要开了口，陈助理那条线就跟着断，陈助理一断，周永昌的防线从中间裂开。我能帮上什么吗？把你自己的公司稳住，秦氏是苏氏的外部合作基本盘，你这边不出问题，我在董事会上的底气就足。知道了，我回去就跟我爸说，明天的董事会你有把握吗？这次不是他在董事会上抢话语权，是苏氏跟他怂账。各位，苏氏投资已到位，从今天起，秦氏要正式加入管理层，担任项目总监。秦董，诗韵还年轻，经验不足，公司现在关键时期，就是缓一缓再加入才好。王叔，我经验确实自述各位前辈，不管对谁，这个道理都适用。接下来进行内部改革，裁撤冗余部门，亏损项目立刻止损。我补充一点，秦氏之前的资金链问题，有一部分是因为付款审核不严，我建议建立双人负责机制，采购部和财务部交叉审核，杜绝单人签字放款。老王，你来牵头，诗韵协助。好的，秦董。诗韵在会议上不仅优先发言，还敢于提出，不愧是我的女儿。不过，爸爸的好闺女长大了。爸，我想把秦氏做好，不只是想证明给你看，我还想让咱们公司的员工都有个稳定的工作。诗韵，你知道明天苏氏的董事会吗？周永昌估计要发难了。苏氏采购部副总监老何早上被执法方给带走了，他是周永昌的人。我知道，齐之行在准备。你不担心？爸，秦氏现在能帮苏氏的就是自己站稳，我们不出乱子，苏氏的外围就稳。周养昌这些年动过不少秦氏的供应商，我们刚终止的那3家，我怀疑跟他有关系。什么时候查出来的？还没查实，我刚让王叔把那3家的合同原件全部调出来了，到时候我准备一份一份的对。好，这件事你来抓。如果这3家供应商真的跟周长强有交易，这就是送给齐玉行的子弹。齐总，明天董事会准备的怎么样？放心吧，老何已经开口了。竟然这么快！执法方拿着苏米雪的47张合同照片往桌上一摆，他撑了不到半小时。老何都说什么啦？他承认了那些假合同是他签的字，还提供了陈助理每次打款前的消息记录，还说最近周允昌亲自给他打电话让他办事，说事办好了，年底就提他当采购部总监。那通电话有录音吗？没有，但执法方调了他的通讯记录，时间点对得上，而且他签了认罪实录。他现在唯一的要求是转污点证人，愿意公开指雇周永昌，条件是减刑。周永昌现在应该不知道吧？还不知道。
老何的认罪是今天下午刚签的，执法方那边压着消息没放，明天下午的董事会，周永昌会照常出席。那老何明天大概会先发制人，把老何定性成采购部个人腐败，然后提议公司加强内部审计，一套流程走下来，干干净净。不错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那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反打？等他发言结束吧，他到时候肯定会主动要求发言，我们就让他说完。说完之后，苏董会当着全体董事的面，把老何的认罪笔录投影到大屏幕上。那周永昌肯定会当场失控吧？要的就是他失控，可能还有退路，但在董事会上被当众揭穿，以他的性格一定会反击，反击就会说多，说多就一定会出错。我这边的3家供应商我已经开始调查了，合同金额有3、4笔对不上。我爸已经让人把原件全部调出来，明天一早送到苏氏的法务部。如果这3家商真的跟周永昌有交易，他明天就不光是被揭穿假合同那么简单。周永昌明天会不会狗急跳墙？他在苏氏藏了20年，不可能就这么认了。他的底牌应该还没出完。苏米雪供出老何，老何供出陈助理，这3环扣的是假合同线。但周永昌在苏氏经营20年，他在外面的布局不可能只有一家套壳公司。竟然还有别的套壳公司？对，林法务查了周永昌名下的关联企业，还有3家注册在异地的空壳公司，法人都是他的远房亲戚。这4家公司过去5年的银行流水总额超过2000万。2000万。他明天如果知道老何已经反水，可能会拿另外3家做文章，提前把资产转移走。来不及，执法方已经在同时冻结这4家公司的账户。他明节令今天下午5点试会的时候，连转1分钱都转不了。这些你什么时候开始查的？从苏米雪第一次说她是苏董女儿那天。他编得越像，背后的逻辑链越不可能是他自己想的，他背后一定有人。我顺着他倒查半年，就查出了这4家不对劲的公司。所以齐总，你从一开始就在钓鱼？也不是钓鱼，是扑我。在分公司这几个月，我在底层一直在查每一笔可疑的采购合同。苏米雪估计都不知道，她请客刷掉的那些钱，帮我找到了第一条线索。所以你在苏米雪刷你饭卡的时候就盯上她？对，她越刷越多，越变越大，我就知道她背后的人快浮出来了。她只是没想到我会在董事会上把证据全部摊开，她以为我只是个技术。明天的董事会我也去。我们秦氏是苏氏的合作方，而且周永昌合作的供应商也有我们秦氏的老客户。好。齐总，周永昌车刚进地下停车场，一个人来的，没带助理。陈助理呢？陈助理没出现。昨天周长昌就没让他去公司，估计是在做切割。切割没用，执法方昨天就传唤了陈助理，他今天早上8点到的执法方大队，已经待了4个小时。4个小时了还没出来。那看来今天会议结束之前出不来了。执法方那边的人跟我说，陈助理进去的时候带了律师，但老何的认罪屌路往他面前一摆，律师就不说话了。他现在唯一在谈的条件是，能不能不算主犯。陈助理有没有交代其他同伙？他供了一个新的公司，是周永昌老婆弟弟名下的一家公司，和那4家的套路一模一样，假合同、假验收、真打款，金额还挺大的，单笔最高280万。280万？林法务，这个公司的账户动了没有？刚拿到公司名，正在走冻结程序，预计半小时内生效。把这个公司的工商信息和资金流水调出来，发到我平板上。董事会开始之前，我要看到。是。苏董，今天董事会怎么还有客人？老周，这是秦氏的秦董和秦董的女儿，秦氏是咱们苏氏的合作方。今天议题涉及供应链问题，秦董和秦小姐都有发言权。各位，今天的临时股东会七公司的风险控制问题，老周，你先讲吧。各位，近期苏氏内部动荡很大，采购部副总监老何涉嫌腐败被带走调查，分公司出现冒充董事长女儿盗刷饭卡的刑事案件。作为股东，我非常担心，这些事情加在一起，对苏氏的股价和声誉构成了严重损害。我提议成立由股东会直接领导的调查小组，对近期所有异常事件进行独立审查，法务部不再单独负责此事。老周，你的意思我理解了，还有补充吗？暂时没有了。好，那我也来说几句。老何，采购部副总监，他在今天下午签署了认罪记录，承认在过去2年内多次在虚假供货合同上签字验收，配合4家公司从苏氏套取资金。而老何指认的上线是周永昌的助理陈助理，今天早上已在执法方大队接受讯问，同样签署了认罪史照，两人均承认周永昌是虚假合同链条的最终受益人。老周，你还有什么话可说的吗？这个套壳公司注册金50万，法人是周永昌的远房表弟。过去2年，以虚假供货合同从苏氏套取资金至少300万，这笔钱最终流入的账户，开户人就是老周。苏董，这最后300万的转账凭证能确认吗？银行流水原件已在执法方备案，
各位现在看到的是复印件，但账号、时间、金额都对得上。执法方已经调取了原件进行笔记和电子凭证比对，比对结果今天早上确认。苏董，这不合规！你未经股东会授权私自调查股东，我可以向证监会举报的。执法方的正式调查是3周前立案的，立案文书在法务部存档，不是苏氏在调查你，是司法机关在调查你。我做的只是在调查启动后配合提供公司内部资料。姓苏的你竟然！各位股东，我是秦时运，今天也带来了相关证据。苏氏的一家子公司在过去1年内从秦氏套取了255万，每一笔的验收签字人也是老何。这是证据，请各位股东仔细分辨。金小姐，你一个刚接手秦氏不到1个月的人，凭什么在这指控我？就凭我手里的合同原件和你签过字的转账凭证，周董，你派苏米雪接近我，让她摸清秦氏的资金状况，然后从秦氏抽钱。苏米雪更是有陈助理发的所有指示。齐志祥，从头到尾都是你布的局，对吧？从你爸把你调到分公司的第一天就开始在查我。周永昌，你把老何安在采购部，把苏米雪安在分公司，把陈助理放在身边管钱，3条线上的人每一个都被你安排好。但你忘了一件事儿。什么事儿？你安排的人不是机器，他们会有私心。苏米雪拍了你的假合同留底，老何留了你打给他的通话记录，陈助理存了你每一笔转账的银行回扣。你用了他们3年，他们也备份了你3年。你防的是苏氏查账，防的是执法方追查，但你防不住他们自己的心啊！老何的供词是单方面指控，一个腐败分子的口供，没有任何独立证据支撑。刚收到的，陈助理在执法方大队签署的第2份认罪披露。他承认周永昌通过虚假合同在苏氏套取资金至少有780万。不对，陈助理是被逼供的，他肯定是被逼供的。老周，别挣扎了，陈助理带了自己的律师进去，他律师全程在场，笔录有律师签字，你要看原本吗？周永昌，你涉嫌职务侵占和经济犯罪，请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。各位，过去20年间，周永昌利用第2大股东的身份，在采购、财务、供应链多个环节系统性侵吞公司资产。接下来将由新成立的审计委员会对所有采购合同进行回溯审查，零法务牵头，凡涉及周永昌关联企业的合同，一律移交执法方。苏董，我还有个疑问，周永昌的股份怎么处理？周永昌持有的苏氏12.7%的股份，执法方会依法冻结，后续处置按司法程序走。但有一条我可以向各位保证，这部分股份不会落入外人之手，苏氏会回购。秦董，感谢秦氏今天提供的合同证据，这一环对整个证据链条非常关键。苏董客气，秦氏也是受害者，秦氏会启动索赔程序，以后2家在供应链上的合作，秦氏会用今天这套标准来要求自己。结束了，周永昌不会再回来了。账还没算完，审计才刚开始，他在苏氏埋的东西远不止已经挖出来的这些，但防线破了，后面就是顺藤摸瓜的事。齐总，苏米雪的案子什么时候判啊？证据全移交检方了，估计2个月内开庭。他提供了很多证据，配合态度也良好。盗刷饭卡17万我们也没追，估计也过几天就出来了。出来以后呢？他欠的17万你们真的就不要了？我准备在苏氏给他在财务部安排个核对岗，每月工资直接抵扣欠款，让他用劳动来还。苏米雪好歹也是名牌大学毕业的，他会愿意干基层岗？不愿意也得愿意啊，他现在有案底，其他公司不会收他的。齐总，难道你不觉得他不会安分吗？这的确是，苏米雪从来不觉得自己错了，她估计会觉得自己走到今天是被别人害的。那齐总，你为什么还帮他？我不是帮他，是给他一条不用再骗的路，走不走，就看他自己选了。米雪，你出来了？出来了。齐执行给我安排了新岗位，核对报销单，月薪3500扣2000还债，剩1500。挺好的，挺好的，慢慢来，咱们慢慢来。苏氏集团前实习生出狱后入职老东家，引发热议。网友评论两极分化，有人称赞苏氏人质一级，也有人质疑这是企业作秀。齐执行欺负我，公司里的员工也欺负我，全都在欺负我。我倒要看看这网上到底是怎么颠倒黑白的。抓了17万不用坐牢，还安排工作，苏氏也太好说话了。安排的狗屁工作，1个月最后到手的只有1500。这女的冒充苏氏大小姐骗了全公司，现在又回来上班，脸皮真厚。你以为我想上这破班吗？气死我了！我明明没做错什么，网上竟然全都在骂我。齐巨行，你拿我当企业宣传的工具人是吧？那我就如你所愿。
苏女士，你说苏氏太子爷故意设局害你？对，他堂堂集团继承人，跑去分公司当月薪6000的技术员。他为了追我，把招待卡让我随意用，我拒绝他以后，他就报警，这不是故意害我的吗？苏小姐，我想了解一下齐之行追你被拒绝这个事儿，方便讲述吗？方便，当然方便。当时的情况是，他追我，被我拒绝后就恼羞成怒，这些分公司的人都能为我作证。恼羞成怒后就说要逼我离开苏氏，我只是一个实习生啊，他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公司资源把我往死里整，我也没办法。那苏小姐，你刷了齐玉行17万，这个数字是真的吗？那是齐玉行故意的，他就是想让我刷的越多越好。我根本不知道那卡连着公司预算，他一早就把所有证据都准备好了，就等我跳坑。那秦诗韵秦小姐呢？她亲口说是你骗了她3年。诗韵是我最好的朋友，我不骗她。是齐行拿我的案底威胁我，让我帮他套秦氏的商业信息，我不配合他就威胁我报警。后来秦氏出问题，他把锅全甩给我。苏小姐，你刚刚说的那些有证据吗？我有聊天记录，麒麟雪让我打听秦氏资金状况的聊天记录。苏小姐，请发给我，相信我，我会给你一个公道的。这图 P 的多真实了，我不信有人能一眼看出这些证据都是假的。苏小姐，那些证据您整理好没？我已经把稿子写好了。好的，郑老师，截图我现在就发你。收到，今晚10点全平台发。但你一定要撑住，舆论在你这边。齐巨行啊，齐巨行，你拿劳动抵债感动谁呢？我要让所有人知道你是怎么毁掉一个普通女孩的。大家快看热搜，热搜前是苏氏有4个。大企业欺负实习生，太恶心了。这说的是咱们苏氏刷了17万就报警，对苏氏来说17万算钱吗？我去，这可是17万哎！这女的坐完牢出来还被迫给苏氏打工，资本家炸到骨头里。我觉得是有人故意在搞苏氏。苏米雪在采访里说齐总追她，说齐总是为了追她所以给她卡刷的，她是不是脑子有坑？他还说齐总威胁他套秦氏商业机密。齐主要秦氏的机密用得着他？你们看他放的那几张聊天截图了吗？我仔细看了，头像像素模糊，时间轴前面的数字跟我们内部聊天工具格式不一样。这个聊天界面是 P 的，我们公司内部聊天工具也有水印，他没有。小刘，你不是拍了他刷卡的视频吗？那次帝王蟹夜宵，他举着齐总的卡在收银台前面刷，说随便点，存着呢，我现在就发。还有他之前的朋友圈截图我也存了，他删的倒是快，内容我记得可清了。配文写了什么我爸爸的公司，现在他跟媒体说他只是个底层实习生被太子爷欺负，他当时可天天自称苏氏大小姐。他那会儿逼齐总喝伏特加，还说让他等着被赶出苏氏，这些事儿还没完呢，他倒先出来扮演受害者了。我天，播放量10分钟破2万了，评论区已经有人了。各位手里有料的都发，苏米雪竟然选择出来编故事，那就别怪咱们翻他老底。你们快来看这个高赞评论，视频日期比他说到了整整2周。他不是说被齐之行控制之后才开始刷的吗？穿名牌点拉菲，请全公司吃帝王蟹，这叫被迫。小刘，你趁现在热度高，再发几个帖子。助理，你说的对，我现在就再发几个帖子。你们有什么话题没？小刘，苏米雪当时在分公司，当着赵总监和我们所有人的面说他爸是苏仁正，苏总本人到场之后他都不认识。一个不认识自己爸的人说自己是苏氏大小姐。我也发评论，我之前也是他的跟班，帮他骂过齐之行。苏米雪当时在食堂逼齐之行喝伏特加道歉，而且他让赵总监停齐之行的职，到底是谁在欺负谁？找到了，他过生日的时候让食堂开了3瓶拉菲，估计也记在了齐总账上。我不仅截图，还有视频。我梳理一下时间线，先是苏米雪盗刷齐总饭卡17万，冒充苏氏大小姐，然后苏总亲自到场揭穿，接着是法务部调查，苏米雪签字认罪，紧接着就是苏米雪出狱后，公司给他安排工作，他反手找自媒体造谣齐总，批聊天记录，冒充证据。看热搜，再来看热搜，苏米雪这个话题进热搜前10了。苏女士，你给我聊天记录的时间线被人拆穿了，视频日期比你声称被控制的日期早了2周，你怎么解释？这个视频是小刘 P 的，小刘跟齐世行关系好，齐世行让他发什么他就发什么。拿这些朋友圈截图呢？你穿着名牌在食堂举着饭卡自拍，配文写着我爸爸给的，这也是 P 的？那是我自己充的钱，齐之行后来利用系统漏洞把我充的钱和他的招待预算绑在一起了。
苏女士，我做自媒体12年，你给我的所有材料，现在被一条条拆穿，我的账号因为你被骂上热搜了，合作方3个品牌要跟我解约。郑老师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手里还有证据。不用了，你那5张聊天截图我送技术部做了鉴定，有3张显示是昨天生成的，你给我的证据都是现批的。你的后续采访我会全部取消，肖像授权也撤回，原视频的话我现在就下架。你做人没诚信，那就不要怪我违约了，你自求多福吧。郑老师，你不能这样，我们说好的。齐总，老郑把苏米雪的采访视频删了，但热度已经扩散了。目前苏氏的股价掉了3.2个百分点，市场部、公关部已经在压热搜，但网民还在吵。把苏米雪案的全部公开案卷做成 PDD 附件，包括他签字的认罪笔录。对，还有17万的消费流水，他冒充苏氏大小姐的证据，伪造聊天记录的鉴定报告，全部公开，但不要评价他，只放事实。齐总，这份报告一放出去，苏米雪伪造证据的事就板上钉钉了，可能会有人去报警。苏氏自己不报警，也不发起民事诉讼。公开证据只是为了说清楚事实，结论让公众自己判断。你不追究他批聊天记录的事儿，他造谣的是你啊！不追究，证据全部公开就够了。时间线一对，截图一放，谣言自己就碎了。齐志行，你真是烂好人！股价3个点，你知道多少钱吗？大概2亿多，但股价跌了可以涨回来。苏米雪如果再因为伪造证据被追诉，就是3进，她这辈子就彻底烂了。公告发了，咱们公司的官方号把苏米雪的全部案卷公开了，17万消费流水、认罪笔录、伪造聊天记录的鉴定报告全都有。底下评论5分钟破万，热搜风向变了。刚才还骂苏氏，现在全在骂苏米雪。这条评论高赞，这个女生拿公司的钱请客充面子，出狱后还 P 图造谣，苏氏不追责已经是仁至义尽了。连老郑的账号都被平台封了。齐总，公告发出去40分钟，股价已经回来2个点。市场部说预计今天收盘能回到原位。那个老郑的账号被封了，平台方主动封的，他自己的合作品牌也要告他违约。看来苏米雪这次是真的把帮他的人都拉下水了。他今天上班了吗？没有，财务部说他请假了，他们给苏米雪打电话也没人接。齐总，你说他会不会又去找别的媒体？现在没有媒体敢接他的稿了。老郑的下场摆在那里，而且苏氏的公开证据，他所有的故事都是假的。现在全网都知道，他说什么都没人信了。冒充大小姐，P 图造谣，刷公司的钱请客充面子。我请客的时候你们没吃吗？苏女士您好，我们是直播平台运营部的。关于您与郑老师的联合内容因事实核查未通过，您的账号已被限制发布。如有疑问可以申请申诉。申诉什么？我还能申诉什么？齐志行手里捏着那么多证据，完全没给我留活路。时运不接我电话，老郑把我拉黑了，周永昌在里头蹲着。现在齐志行发个公告，连平台都封我。不行，我得去找一趟齐举行。苏女士，你已经被取消了门禁权限，财务部通知你从今天起远程打卡，不需要进公司。我要见齐执行。齐总今天没有预约会客的安排。你跟他说是我，苏米雪。齐总问你有什么事儿？算了，我不找了。连楼都不让我进了，我去见齐世行还能说什么呢？苏女士，这个月房租拖了3天了，我看到网上的新闻了。你要是手头紧，我们商量，但不能再拖了。连房的也在催我。商量什么商量？我连下顿饭都不知道在哪儿吃。什么都没了，工作应该是没了。网上的人全部反水，连爸妈他们也不接电话。苏米雪啊，苏米雪，你拿公司的钱请客的时候没想过今天吗？你 P 图发帖的时候没想过今天吗？现在想这些有什么用？都是自己作的。算了，至少走之前，
把欠的还了。财务部苏米雪因个人原因申请辞职，个人原因，书面文字真是体面啊，个人原因，不就是我 P 图造谣被人扒出来了？不找借口，辞了就是辞了。不用看我，我是来交辞职信的。米雪，你真的要走？小刘，之前骗你说我是苏氏大小姐，对不起。周林，骗你帮我骂齐志行，让你出丑了，对不起。我不求你们原谅，我只是想把欠的话说了。这3年我一直在编故事，连我自己都快分不清什么是真的。现在网上所有人都知道我是什么人了，我也不用再编了。齐举行给我的这条路我没走下去，但我至少不用再骗人了。帮我转告齐举行，17万的债我会按月还，少1分我都不会跑。齐总，苏米雪辞职了，这是辞职信，辞职信上附了还款计划，每月15号转账。我知道，刚刚小刘给我发了消息。齐总，你觉得苏米雪这次说的是真话吗？这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后面做的事。齐总，我觉得苏米雪是真的会还那17万。我信，因为他现在除了还钱，没有别的东西能证明自己了。好了，林法务，这事儿彻底告一段落，你也回去忙吧。